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炒锅的选购。上一次出了刀具的视频后呢，大家一直都在问这个锅的视频，现在我就开门见山给大家讲要点。选购炒锅要从3个性能来考虑，第一是导热性，第二是热容量，第三个是它的不粘性。我先说说导热性，这个性能讲明白了，其他2个性能就迎刃而解了。道理讲明白之后呢，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好用的锅。什么是导热性？简单的说就是物质传导热量的能力。我给大家看一个小实验。这个是玻璃锅，撒薄薄的一层糖，开小火，让这个火焰刚刚接触到这个锅的底面。你可以看到这个糖在融化的过程中一直保持一个明显的边缘印记。这个糖刚刚开始融化，但是这边的糖已经开始冒泡了。再加热一段时间，火焰上面的这一部分呢可以受到热，全部糊了，而大多数没有受到热的糖呢依然是颗粒状态。我先不下结论，让你再看另外一个实验。同样的方法用的是不锈钢锅，糖从一个点开始融化，但是速度很快，整个锅的糖都融化了，基本上是同时变色，同时开始冒泡泡。在这个糖冒泡泡之前呢，锅里没有剩余一个白糖颗粒。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？它在告诉你，不同材料有不同的导热性，而且它们的差别非常大。所以用这2个锅烹饪同样的食材，效果是相差10万8千里的。这时候你就明白了，你要选的是导热性好的锅。说完导热性，我们现在说说热容量。热容量是物体吸收和散热的能力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这个物质可以容纳的热能量，并且可以传递出去。举个例子，把普通的铁锅和铸铁锅加热到同样的温度，铸铁锅里会聚集更多的热量，放入食物后还保持相对的高温，热容量越大，烹饪效果越好。最后是不粘性，理解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呢，它可以使你做饭的过程非常愉快，或者非常沮丧。下面我用这3个性能具体讲一讲各种材质的锅。今天先讲3个锅，剩下的陆续都会讲到。第一，纯铝锅。铝是自然界非常丰富的矿物质，它非常廉价，而且导热性能很好，是铁的3倍。但是有很多人把它和老年痴呆症联系在一起。而且这个铝呢，比较容易和酸性物质发生反应，例如西红柿、柠檬或者是醋。再者呢，这个铝比较软，用硬的锅铲呢会从锅上刮掉很少量的铝到菜中。如果你是天天都在用铝锅，用30年，那么这个铝对你身体的长期效应是什么就不好说了。相信大家都不愿意拿自己的健康来做这个实验，所以不建议大家买纯铝锅。但是这个地方要提一下，这个铝的热容量是非常好的，比铁金属要高1倍，加上廉价，它是很实用的锅。你留心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有些饭馆的厨师是在用这种锅做饭的。第2个说到的锅是纯铜锅，铜的导热性最好是铁的5倍，非常少量的铜对身体是有益的，但是短时间内大量的铜对身体是有毒性的，它会跟酸性食物有反应，不建议大家买这种食物可以直接接触到铜的锅。通常厨房用的铜锅呢，上面都会有其他的保护层，最常见的就是铜包裹的不锈钢锅。下面说说第3个锅，不锈钢锅。不锈钢导热性跟铜和铝相比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糟糕。如果是纯不锈钢做的锅呢，你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。市场上大多数不锈钢锅呢是不锈钢和其他金属合制的，最常见的就是铝夹层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不锈钢把一块铝夹在中间，这样避免了食物和铝的直接接触，同时呢，又通过铝增加了这个锅的导热性。加上不锈钢非常好保养，又特别耐用，虽然它的不粘性比不上保养好的铸铁锅，但是呢，整体上这个锅还是不错的选择。铁锅有时候会使颜色浅的食物变色，而不锈钢锅不会。另外一种不锈钢锅是铜夹层，它的原理和铝夹层是相似的，在性能上铜的导热性比铝更好。还有一种是铜把不锈钢整个包起来的锅，
它的效果就更好了，因为这个锅的边缘也在受热，而且外表漂亮。但是呢，就是价格会更高一点。我用的这2个不锈钢锅都挺好用的，2个锅的价位是在30到40加币左右。铜的锅是 Tefal 出品的 Jamie Oliver Copper Star 10件套里面的一个锅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单独买到。另外一个铝夹层的是 Palm Restaurant Cookware， 商店里买的，网上没有看到。美国的朋友可以去 TJ Maxx 找找，加拿大的朋友可以去 HomeSense。另外推荐一个价位稍微高一点的牌子，叫 All-Clad， 这个是不锈钢锅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牌子，它有铝夹层的锅，也有铜夹层的锅。不锈钢锅是非常耐用的，可以用很久，不容易坏，所以多花一点钱买质量好一些的锅是比较明智的选择。炒锅的内容比较多，争取呢把每个点都给大家讲到。为了方便大家查找呢，我把内容分了3个视频。这一集就是金属锅、铝锅、铜锅、不锈钢锅。下一集讲到的是玻璃锅、陶瓷锅和不粘锅。最后一集我们讲讲铁锅，主要是铸铁锅和碳钢锅，还有中式的炒锅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有收获的朋友请你帮我点个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